真红眼黑龙应该也是个女的，因为刚刚真红眼黑龙就是不小心趴在地上被我看到。哦，他不小心趴在地上被你看到，他不小心双脚趴在地上被千豪看到。然后我就觉得真红眼黑龙她应该是有黑辣妹，她应该是很柔弱的一面，所以我刚刚就把真红眼黑龙分类到她就是个黑辣妹。她就是也说把她这个火红的眼睛做出来，然后她的嘴巴可以打开，露出她性感的小舌头。除此之外呢，还可以给她咬一个口球。口球啊！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玩具，我是雾。好23。今天呢，我们就是来跟各位玩具人介绍这个上半年度推出了什么觉得很赞的玩具，大集合开箱。又是大集合。没错，嘿。直接进到第一个吗？现在的节奏是怎么样呢？今天呢，就是要跟各位玩具人来介绍2024上半年我们觉得很赞的玩具。你觉得赞的定义是什么？玩起来很有趣，然后你会想要跟你身边的人分享说，这个东西超屌的。赞的定义就是大。哇，大就是正义，大就会世界和平。第一个我要带来的呢是 SH Figure Arts 七龙珠系列超级赛亚人孙悟饭。你确定它叫超级赛亚人孙悟饭，它不叫比克悟饭吗？这一次的这个悟饭呢，它是睽违14年，它用新规的造型，还有全新的关节技术，在 SHF 上面立体化。这一次悟饭的最大的卖点就是首度采用了七龙珠系列的布料披风，这也是它很吸引我的一点。它这个披风的这边还是硬的塑料，可是它的披风的本体这边都是软的，然后有内置铁线，你就可以自由弯折，可以让悟饭的战斗姿态呢看起来的更具张力。整体造型就是根据赛鲁篇那时候的设定制作，赛鲁篇的最后它正式成为超越孙悟空的男人。万代这一次的这个新品也把这个设定融入到它的品名里面，用最新的现代技术把悟饭的高光时刻再度重现，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悟饭最强最帅的时候。这样，这个造型我觉得是悟饭最值得收藏的造型之一。那接下来我要介绍的就是之前在这个展览跟大家提到万众期待，终于推出了我们一直以为都推出的 SHF 的炭治郎，算是私心的推荐。因为我觉得在拿到炭治郎的这个食品的时候呢，我在把玩的时候觉得还好，炭治郎比较最近才出哦，不是在当初2年前那个热潮的时候就立刻推出。因为我觉得他在这个关节上面或是他的一些可动的细节，在造型上都做的还蛮不错。因为像他腿的那个关节，虽然他们穿的是那种有点像灯笼裤的样子，可是他在做可动的时候呢，你不会觉得很突兀，不会像是那个 S 千年什么战篇的那种感觉。你在说什么？你到底在说什么？你到底在说什么，陆琪？这次的炭治郎呢，除了本来的脸之外，也附上了3个可换脸。然后他的刀呢，也有旧版的刀，跟已经装上我们这个岩柱刀2的刀。我觉得他在羽织下面做3片的可动是非常不错的设计。因为在刀柄在摆的时候呢，我觉得就不会有太多的干扰，非常推荐各位玩具人买啊！这么久才推出的炭治郎，一定是不会让人失望的。除了这个炭治郎之外呢，之后呢还会推出捏子口，因为它就是到现在这个时间点才出，所以它的捏子口的脸有附上没有咬竹筒的样子，还有我们的富冈先生之后呢也会推出这2款。那这次呢，它也同时推出了魂 Effect 水的特效配件。以前展场大家看到那个特效配件是风的，就是那种挥刀的速度感的那种。对，现在水是最近才出的。那这个就是我们炭治郎的部分。我这次要介绍呢，就是《航海王 Netflix》真人版鲁夫和索隆。它这个商品呢是在《航海王》真人版播映之前就先发出这个商品化的消息。那我当初就觉得这个决定实在是非常大胆。从小到大经历过很多惨痛的真人化经验，没错。但是其实这次 Netflix 的影集上映之后，个人是给他一个大好评。他建立了一个很完整的真人版的航海王会长什么样子，它就是还原了这个在剧中最经典的这个红色背心，还有它的这个7分的牛仔裤。它的脸部呢也是使用 Kamachi 的印刷技术去还原那个伊纳基格多伊的这个脸部。其实像他这个脸上的那个刀疤细节，我觉得这是真的做得非常好。除了经典的草帽之外呢，它有另外一个是这个拿下草帽的乔瑟夫造型。另外一款呢，就是同系列的真人版的索隆，在这次的头雕就是还原了那个新田真剑佑，应该是喜欢他的粉丝会很喜欢的吧？因为毕竟他可是少数能够把杜维和咬刀都弄得这么帅的男人呐。我觉得他衣服背面的那个皱褶做的还蛮漂亮的。对，他的头雕，他把他的这个浓眉大眼都有把它呈现出来。另外呢，他有附这个咬刀的这个头雕，可以还原他那个3刀流的攻击姿态。然后我在把玩的时候，我也
也是觉得它腰间的这个3把刀还蛮有趣的，加上它的这个可动真的也是非常厉害，像它的膝盖里面做这个就不会有那个很明显的缝隙。如果你喜欢《航海王》真人版的话呢，是可以入手的。那接下来呢，也会推出同系列的娜美，它也就是还原那个演员艾米丽·路德的脸部。在 SH4 的娜美呢，也会附上鲁夫跟索隆的替换表情。以这样子的这个形式来发，其实这样的话，我还蛮期待骗人部。我的第2棒呢，同样也是 SH Figure 系列的红王。红王就是在初代的超能力霸王第8集就登场，然后他是以力量自豪的大人气怪兽。你可以讲出他为什么有人气吗？因为他们就是造型。你说他的捷运很像。它的造型就是经由远古制作的建模部门 LSS 完全监修，他们去扫描当时的那个戏服，运用当时的资料，然后彻底还原红王这个粗糙的外皮啊，还有蓝色的阴影渐层，跟它这个很像恐龙的外形。那它在可动的部分呢，因为红王其实就你这样看，你可能会觉得它的双脚，所以感觉会有点笨笨的。可是因为它髋关节这边它有用拉伸的哦，所以它会进一步的去提升它整体的可动。那加上它粗大的尾巴，让它整体有一个稳定的3点支撑。这个红王呢，真的是在保养的过程中就可以慢慢的享受到它的美好。它头部跟下颚这边是不是可以分得很开这样？所以你可以把红王这个很生气、好战的形象完全的表现出来。特别要提就是它的配件就是一个石头，它这个石头有特别之处，因为它的手有固定的卡榫，然后它的石头这边你可以把手这样装好那个石头，等于说它就可以单手拿着大石头，可以还原它力大无穷的造型。这个 SH Figure 系列呢，除了有红王之外，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超能力霸王怪兽，像是宇宙忍者巴坦星人，然后梅特龙星人，还有很坏的达达，还有其他超能力霸王里面的怪兽都会在上面推出。接下来我要介绍的呢，就是我们的 Next Age Style 的龙神丸跟我们的龙王丸。龙王丸。其实大家就想说，奇怪，不是出过吗？这次推出了就是我们的 Special Color Edition。那这次呢，就是他们在颜色上面呢做了一些些微的改动。他们在金色的涂装上面呢，采用更黄金的颜色去呈现，整体造型的颜色的饱和度，我觉得都非常非常不错。那这个龙王丸呢，跟之前也是一样，可以变成我们的凤凰形态。那接下来我要介绍的呢，就是这个超合金沙漠大冒险国王战车104号。因为鸟山明老师所设计的载具呢，相信一定都是深受各位玩具的喜爱。沙漠大冒险它其实就是一部寻找水源的故事，基本上我觉得呢，可能跟疯狂麦斯算是可以共同世界观。是这样吗？因为它整个故事跟它的角色设定跟它的造型，其实都很有初期鸟山明老师在画七龙珠的那种有点可爱的那种氛围。所以运用合金材质，让它整体非常有分量感之外呢，它这个外表的涂装也是使用喷涂的效果去呈现那种在沙漠中那种粗糙的质地。前后左右的舱门呢，其实都可以打开。更重要的是，它这个上盖可以直接掀起来，可以看到它战车内部的细节。战车的这个履带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软的材质去呈现。让它整体很有摩擦感，而且更特别的是，它这次呢就有附上了这3款的恶魔王子贝尔杰布，还有这个肌肤跟我们的拉欧。重点是它这个小人也有做可动，就真的是超可爱的。唯一比较值得小吐槽的就是呢，它的这个底座，我觉得也可以大吐槽一下，没有关系。它这个底座呢是以它的这个沙漠场景为设计，我只能说那个预算可能都用在这个战车本体跟小人上面了，所以那个底座大家就将就一点啦。如果觉得这个小人玩的不过瘾的话呢，它这个在 SHF 系列呢也会推出我们的贝尔杰布拉欧西夫保安官拉欧嘛。他在动画一开始他的名字其实是吉巴，在看的时候我就心想说，这要赶快证明啊，不然那个吉巴这样突然讲到西巴，你还记得那个吉亚他爸爸叫什么？吉巴，吉巴超迪克。那我的第3棒呢，就是 SH Monster Arts 的哥吉拉1972年版。这个哥吉拉是根据电影《地球攻击命令》哥吉拉对盖刚，以当时的电影资料设定，整体的造型是由资深的怪兽造型师酒井裕司操刀设计，又是我们的酒井老师，没错，忠实的再现当时的戏服，还有整体它表皮的粗糙样貌跟背鳍的样子。头部我觉得也是当时候那个哥吉拉很可爱的一个点，因为其实那个时候他们应该还是觉得就是那样子的哥吉拉是相对来说比较凶狠嘛。这个造型我自己觉得是以现在我来说，我会觉得真的是很可爱。那这一次的这个版本的哥吉拉最大的卖点就是它替换的头雕，它的头雕呢是头破血流的造型，被盖刚打到
条头破血流。没错，因为盖刚是就是那种改造之后的生化怪兽，就是他这边的胸部那个镰刀可以很快速的运作。后来盖刚也是就直接把哥吉拉把他的头这样狂揍这样，所以后来哥吉拉就整个头破血流，算是一个少见的哥吉拉破相造型。除了它整体的造型非常的细致之外呢，它在涂装也是下足功夫。像它在背鳍这边的后面银色的金属感，还有它在爪子的部分呢，也很有生物感。这个1972年版本的哥吉拉就是非常的可爱。那承接着千豪的哥吉拉呢，我要带来的这款也是 SH Monster Art 深红眼的黑龙。大家好，我是欧龙，订阅按赞靠近你啦。这可以讲吗？这次一样啊，就是运用了这个多关节的造型，有去把它这个尾部的这个做出来，整个这样子把玩起来是非常的流畅，有线条感。其实我觉得他们每次做这种多关节式的设计都会很吸引人。我刚刚认知到一件事情，因为真红眼黑龙其实就是我一直都很喜欢，可是我刚刚发现到一件事，真红眼黑龙应该也是个女的，因为刚刚真红眼黑龙就是不小心趴在地上被我看到，应该是很柔弱的一面，所以我刚刚就把真红眼黑龙分类到一个就是，的确她就是个黑辣妹。她这里也是把她这个火红的眼睛做出来，然后她的嘴巴可以打开，露出她性感的小舌头。除此之外呢，还可以给她咬一个口球。口球啊！有附这个黑盐弹的特效键，可以让它这样子含在嘴巴里，好不好？很霸气的攻击姿态。然后像它的这个脖子的关节也跟它的尾巴一样啊，就是非常的流畅，可以摆动出很多的角度。它的翅膀的部分呢，也做了这个可以把它身体包覆起来的这个防御姿态。接下来同系列呢，还会推出这个我们的游戏王 GX 的这个 E-Hero 火焰艺人，我也是非常期待它那个很霸气的棒棒造型。那接下来我们请千豪来帮我们介绍他的最后一个推荐。压轴登场，大爱攻击。大爱攻击是什么意思？平安喜乐。应该说最强的推荐力道，攻击你们。哦，对，江波马辛达无敌铁金刚这个系列呢，就是我们出生前的事。对，因为这个系列是70年代，那时候是 Poppy 玩具公司，就是万代的前身嘛，那时候推出了很经典的大型的软胶玩具系列。这个系列的特点就是除了巨大之外，它还加入了很多原作没有的一些特殊的机构，或是他们所谓的秘密武器。那这一次的这个无敌铁金刚呢，就是由 Tamashii Nations 他们用最新的技术，把这个玩具横跨了50年的岁月之后，在现代再度的复活。它足足有60公分的高度，整体的外观呢也是采用了跟原作不同，它在四肢的部分用蓝色的涂装去呈现，那也注入了很多无敌铁金刚在原作里面没有的机构，像是这个肩膀的飞弹，还有腿部外侧的这个飞弹，还有脚底的这个轮子的机构。因为刚刚前面有说，就是它是用最新技术再重新制作的嘛，它有在很多地方都做了当年没有的机构，还有改良，像是它头部的指挥艇这个部分，它现在有做磁吸式，所以就变成说你在玩的时候它比较不容易掉。还有这个双手的金刚飞拳，以前的金刚飞拳它是你手装上去，然后你是要用手把它这样子拿出来玩。可是它这次的话，它就是可以直接用按钮就直接这样，嘿。哇，超赞，好爽！我们刚刚已经把金刚飞拳发射出去了，可是呢，我们还有新的手。这个手其实就是这个 Jumbo Machine 系列算是一个很独特的设计，就是所谓的秘密兵器——速射6连飞弹。最赞的是什么？就是我们那时候在玩的时候，它射出去的那个力道，打到不会痛，但是又很白。这次这个无敌铁金刚对我来说算是一个很厉害的玩具，可是同时它也是一个很酷的装饰。它胸前的这个 Machinga Zero 的字样呢，也是相当的复古好看，自己觉得是相当的值得收藏。除了这个无敌铁金刚呢 ，Jumbo Machine 在12月也会发售金刚大魔神，同样的规格60公分。我觉得它的这个系列如果这样子一再的推出，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梦圆满了。那接下来呢，我要介绍的就是由我们的这个日真动画战斗装甲 Zavanguru 所推出的 Sunrise Spirit 第2弹的商品沃克凯利亚。那它这次呢，就是搭载非常多的武装再度回归，像是有装在这头有5连装导弹发射器，然后还有后面这个火箭炮跟我们的步枪，然后还有附上回力镖。那这个 High Metal R 呢，就是它的关节都是用金属的材质下去做，它身上的一些盔甲部分呢，就是走那种玩具感比较重的那种感觉，很复古的造型。它可以还原出 Garlin Hover 还有 Garlin Whale 的形态。然后在小人的部分呢，它是有附上就是正在驾驶的样子，还有这个探出窗外的样子，很可爱哎。对，因为它那个头部的那个窗户啊，它是有一个替换键，一些造型上面呢，你会看到一些比较超现实的设计，所以我觉得这个科沃克凯利亚算是非常的不错。那之前如果没有买到的玩具人，我刚刚介绍的龙神丸跟我们的这个沃克凯利亚，都是在我们的 Tamashii Spa 台北可以买到，喜欢的玩具人都可以去看看。那我最后一个呢，要介绍应该也算是我私心最喜欢的一款，也算是我看到蛮惊讶的一款，就是这个正
圣斗士星矢圣衣神话 EX 所推出的真人版星矢。因为这个圣斗士圣衣神话 EX 系列嘛，它就是会主打有圣衣造型，还有这个圣斗士穿上圣衣的圣斗士造型。那这次因为是真人版的关系，也是我们的演员新田真剑佑所饰演的星矢，然后再加上这个还没有穿上圣衣之前的这个素体，算是非常吸引人啊。对，超魔性，引起了2位玩具人的大兴奋。因为他的那个素体就是做的有点九头身的造型，还没有穿上圣衣的时候就已经相当迷人了。等一下我会把他的圣衣穿上去，只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迷人的身形。这边呢，就是我已经把他的圣衣给穿上去的样子，它整个的这个比例呢就已经恢复正常了。整个拿起来的手感呢，就是非常的有分量，因为它的圣衣呢都是用这个金属材质去制作的，所以它整个拿起来沉甸甸的。它的脚是没有替换件的，它就是已经是穿好圣衣的这个脚底，所以呢，它的这个脚是非常的沉稳的，不需要底座就可以完整站立的这个厚重的脚。因为它的装甲都是金属的嘛，所以我觉得最赞的是你在把玩的时候会听到金属的铿铿铿铿的。那它头盔的部分呢，也有这个只有戴头盔的造型，还有这个戴上面罩的造型。对，因为这边就是还有真剑佑索隆这样子2个一比较，我觉得就是还是蛮有趣的啦。就大家不要想说，都同一个演员，可能用同一个头雕吧，没有。这个就是我们上了妆的真剑佑，那个呢就是粗犷感比较重，算是一个小比较。然后它也是有这个圣衣箱、圣衣的配件，你可以把它组装成圣衣展示。比较特别的是，它这边还有附上电影版里面出现的这个1:1的吊牌。如果刚刚说海贼王的真人版是一个非常有诚意的真人化，那圣斗士星矢就真的是惨遭真人化，因为大家一定会想说，这个跟我想象中的好像不太一样。他这次在剧中，他的圣衣是采用这种皮革造型。如果你是圣斗士的粉丝，你可能会很没有办法接受这样子冲突的改变，所以就只能说呢，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非常大胆的商品。但是呢，这个改动大家不要骂得太凶，因为这个是车田老师亲自钦点的，这个东西多年后很有可能会变成一个稀有的神物。你当下没有买，10年后你可能会后悔。我不太确定啊。以上呢就是我们这次要跟各位玩具人推荐的2024年上半年我们觉得还蛮赞的玩具。那因为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些玩具呢，都是我们万代 Tamashii Nation 所推出的嘛，也要在这边跟大家做一个好康报报，就是我们 Tamashii Nations 即将举办 Feature Area， 会在台北、新竹还有高雄登场。那展出的 IP 呢也非常的众多，像是有哥吉拉、超能力霸王雅克、热门 IP 七龙珠、航海王、鬼灭之刃都会在这个现场做展出。9月3号到10月6号呢，会在高雄的义享慈善广场5楼方 box 前展出。那在新竹的展出时间呢是9月6号到9月22号，地点呢是在 Big City 远东巨城购物中心的6楼。台北呢会在9月11号到10月11号，在诚品生活新店2楼中央平台区做展示。而且在会场呢也会有这个限定贩售的商品，目前已知的呢是我们的未来的特南克斯，还有 SH Monster 哥吉拉的1989年的版本，还有第3个各位玩具人如果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到我们的 Tamashii Nation 的官方粉丝专页上去看看这些活动的资讯。今天介绍的这些，不知道大家喜欢哪一款商品，都可以在下面留言让我们知道。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大家记得订阅玩具人频道，请大家开起来，追踪我们的 IG 上面有更多幕后花絮。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分享出去给更多玩具看。那玩具，我们下周再见，拜拜拜拜。我自己本来挑选的之外呢，我最喜欢的真的就是真红眼黑龙。因为我其实本来对他就是非常的喜爱，因为他算是城之内的招牌怪兽，那同时也是游戏王，就是初代游戏王故事中算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强力怪兽。那我又在今天发现它的另外一面。OK， 就是你两面新的魅力，强悍的一面发现到了，这个有点柔弱的一面也发现到了。对，今天等于是我跟真红眼黑龙再次相识的日子。哇塞，好浪漫哦！